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人工智能需要芯片，芯片需要数据中心，数据中心需要电，很多的电，多到什么程度？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预计到2030年会翻3倍。一个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。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大约700太瓦时，占全球总用电量的2.7%，到2030年，这个数字可能翻3倍。然后近期发生了一件事，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 NextEra Energy 宣布以668亿美元收购 Dominion Energy，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电力行业并购。合并后的企业价值超过4190亿美元，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受监管电力公司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先说清楚这两家公司是谁。 NextEra Energy 代码 NEE， 总部在佛罗里达，市值大约1950亿美元，是标普500里市值最高的电力公司。旗下2块核心业务，一块是 Florida Power and Light， 全美最大的受监管电力公司，服务600万佛罗里达用户；另一块是 NextEra Energy Resources， 全美最大的风能和太阳能开发商。掌门人 John Ketchum 在公告里说，电力需求正在以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，我们把 NextEra 和 Dominion 合在一起，因为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。Dominion Energy 代码 D， 总部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，市值大约540亿美元。它的核心资产是弗吉尼亚州的电网。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地方叫 Loudoun County， 那里是全世界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区，被称为数据中心大道。亚马逊、谷歌、微软、Meta 的数据中心全在那里。全球超过70%的互联网流量经过 Loudoun County。 亚马逊的 AWS 在弗吉尼亚有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，谷歌、微软和 Meta 也在持续扩张。每一座新建的数据中心都意味着对 Dominion 电网更大的负荷。Dominion 的掌门人 Robert Blue 在电话会上说过，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在过去3年飙升了200%。Dominion 就是给这些数据中心供电的那家公司。NextEra 要买 Dominion 的逻辑就很清楚了，它不只是在买一家电力公司，它是在买人工智能时代最稀缺的资源——电。来看交易结构，全股票加现金交易，每股 Dominion 换 0.8138 股 NextEra 加少量现金，总计3亿6千万美元的现金部分。按 NextEra 上周五收盘价 93.36 美元算， Dominion 的隐含价格大约76美元一股，比 Dominion 上周五的收盘价 61.73 美元溢价 23%。 合并后 NextEra 股东持有 74.5%， Dominion 25.5%。 开场继续担任合并后公司的掌门人。 Dominion 的掌门人 Robert Blue 将负责受监管的电力业务，董事会扩大到14人，其中4人来自 Dominion。Dominion 的总部留在里士满，运营总部在南卡罗来纳州的 Casey。 合并协议里还有一个细节，如果交易因为监管原因失败， NextEra 需要支付 22.4 亿美元的分手费。 Dominion 如果主动退出，需要支付 65.2 亿。这个不对称的分手费结构说明 Dominion 更不愿意看到交易失败。合并后的公司将成原因是什么？全球可再生能源和储能领域的领导者，美国天然气发电的领导者，美国核电的第2大运营商。服务区域覆盖从佛多里达到弗吉尼亚到中西部，接入全美最大的电网 PJM Interconnection。PJM 从华盛顿延伸到芝加哥，覆盖6500万人口，是数据中心密度最高的区域。PJM 去年的电力拍卖价格暴涨了800%，从每兆瓦28美元飙到了将近270美元。
电力在这个区域已经从一种廉价的公共服务变成了一种稀缺商品。谁拥有 PJM 里的发电和输电资产，谁就控制了人工智能的命脉。企业价值合计4190亿美元，其中大约1500亿是债务。NextEra 本身有300亿左右的企业债， Dominion 大约500亿，合并后的债务规模会引起评级机构的关注。NextEra 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美国电力行业的缩影。1925年作为 Florida Power and Light 成立，最早只是一家给佛罗里达居民供电的地方电力公司。100年来，它经历了飓风、石油危机、核电争议和电力市场改革。2000年代开始大规模投资风电和太阳能，到现在NextEra 是全球最大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商，运营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33000兆瓦。它还拥有将近13000英里的输电线路，横跨美国和加拿大。从一家佛罗里达的地方电力公司变成全美最大的清洁能源帝国，花了100年。开场在2022年接任掌门人，他是一个从内部一步步升上来的职业经理人，作风低调务实。他上任后的核心战略就一个词：电力需求。他反复说，美国正在进入电力需求的黄金时代。他说对了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是目前美国电力需求增长最快的来源。一个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可以达到1000兆瓦，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。4大科技巨头今年的资本开支合计超过7500亿美元，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建数据中心上。每一个数据中心都需要可靠的电力供应。之前做过一期特朗普访华的分析提到，伯克希尔的 Abel 说，数据中心的电力成本应该由使用它的企业来承担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科技公司不能让普通居民替他们买单。电力定价机制正在被人工智能的需求重塑。Dominion 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坐在了这个需求的正中间。弗吉尼亚的 Loudoun County 是全球数据中心的首都，目前在建和规划中的数据中心容量超过12000兆瓦。Dominion 是这些数据中心的电力供应商，买了 Dominion 就等于买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入口。NextEra 之前已经在做类似的布局，他跟谷歌签了一笔协议，将再次启动爱荷华州的 Duane Arnold 的核电站，投入超过8亿美元。他跟 Meta 合作，在新墨西哥州新增190兆瓦太阳能和168兆瓦储能。现在加上 Dominion 在弗吉尼亚的核电和天然气发电能力， NextEra 拥有了一个覆盖全美主要数据中心市场的能源帝国。这笔交易对你的投资组合意味着什么？第一，电力公司不再是无聊的防守型资产了。传统上，电力股被看作是低增长、高分红的避风港。人工智能改变了这个逻辑，电力需求的增速正在从1%到2%加速到5%以上。NextEra 过去1年涨了16%，Vistra Energy 过去1年涨了超过300%，Constellation Energy 涨了200%以上。电力股正在从防守变成进攻。Vistra 去年收购了 Energy Harbor， 获得了核电资产，股价从20美元涨到了超过150美元。Constellation Energy 跟微软签了三里岛核电的20年购电协议，股价从100美元涨到了超过300美元。电力行业正在经历一场 AI 驱动的重估， NextEra 收购 Dominion 只是这场重估中最大的一笔。第二，监管是最大的风险。电力行业是高度受监管的，这笔交易需要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、核监管委员会、各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和反垄断审查的批准。Dominion 的服务区域跨越多个州，每个州的监管机构都有发言权。CNBC 报道说，分析师预计审批过程需要12到18个月。第三，债务。合并后的企业债务超过800亿美元，NextEra 的企业价值里大约1/3是债务。
Dominion 更高，500亿债务占企业价值的将近一半。在高利率环境下，这么多债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，年利息支出增加将近10亿美元。第四，核电的回归。合并后的公司将成为美国第2大核电运营商。核电是唯一能24小时不间断供电，而且不排碳的能源。数据中心需要的恰恰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电力。亚马逊、谷歌和微软都在签核电协议。核电概念股 Chemical 今年涨了40%多。Constellation Energy 美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，过去2年涨了超过300%。三里岛核电站被微软签下了20年的购电协议，正在准备重启。核电正在经历50年来最强的复兴浪潮。第五，跟其他电力股的对比。Southern Company 市值大约1040亿，是 NextEra 之前的第2大电力公司。Duke Energy 大约900亿 ，Vistra 大约800亿。合并后的 NextEra 加 Dominion 企业价值4190亿，是第2名的4倍。这种体量差距在历史上的电力行业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私募巨头黑石集团去年也花了115亿美元收购了新墨西哥州的电力公司 TXNM。金融资本正在大规模涌入电力行业。以前没有人觉得电力公司性感，人工智能改变了这一切。华尔街的反应偏积极 ，Dominion 盘前涨了15%以上 ，NextEra 基本持平。分析师普遍认为，合并的战略逻辑清晰，但执行风险在监管审批。如果任何一个关键州的监管机构反对，交易可能被迫修改条款，甚至取消。历史上有先例。2018年 Dominion 曾经收购过南卡罗来纳州的 Scana 公司，花了150亿美元。那笔交易经历了漫长的监管审查和政治博弈，才勉强通过。这一次的规模是当年的4倍多，审批难度只会更大。Ketchum 在公告里用了一个很有力的表述，他说这不只是一笔交易，而是为美国下一个20年的电力需求做准备。20年。他的赌注不是明年或后年的盈利，而是人工智能、电动车、电气化和再工业化加在一起对美国电网的长期需求。也许他是对的。当所有人都在争论人工智能的芯片、模型和应用谁会赢的时候，有一样东西是所有赢家都需要的：电。之前做过一期铜的深度分析，数据中心不只吃电，也吃铜。输电线路、变压器、配电设施全部需要大量的铜。NextEra 如果同时在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扩建电网来满足数据中心需求，铜的采购量会大幅增加。英伟达设计了大脑，美光制造了记忆，铜连接了一切，但让这一切运转起来的那股力量是电。NextEra 赌的就是这个。668亿美元的赌注，压的不是某一个季度的盈利，而是人工智能时代整个美国的用电量会翻几倍。如果他赌对了，这可能是过去10年回报率最高的电力行业投资。如果赌错了，4000亿美元的企业债务会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不管人工智能的芯片战争谁赢，电力公司都会赚到钱，因为每一颗芯片都需要电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，你的订阅、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